说起掏纲术，不免让人想起掏纲祖师爷，草原上的纲常科主任斑鬣狗。猎狗一直以来都给人一种阴险、奸诈、猥琐的形象，尤其是他们的狩猎方式实在令人不齿。没错，猎狗最是擅长掏纲术。别说这些食草动物，就算是草原之王狮子，遇到猎狗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菊花。猎狗也不想这么猥琐，奈何自己体型、战斗力都比不过花豹、狮子这样的猛兽。为了填饱肚子，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吃腐肉、抢夺狮子的食物都是常用的手段。而掏纲也是他们的惯用伎俩。对于大部分动物来说，肛门部位都是整个身体最脆弱的部位之一。猎狗的体型在这些食草动物面前也算是比较娇小的了，它们无法像狮子那样直接跳起来咬住猎物的喉管，给它致命一击，只能找机会攻击猎物身体最脆弱的部位。这些猎物遇到斑鬣狗这纲常科主任也是没辙了，它们遇到猎物后，先是将猎物包围起来，随后一两只在前面干扰猎物的视线，撕咬它们的面部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几只猎狗开始撕咬猎物的肛门部位。如果可以顺利掏纲，那么整个狩猎过程就算是成功了一大半。猎狗可不讲武德，它不会理会猎物是否还活着，只要咬住它的尾巴，猎物就不会继续挣扎。它们的咬合力非常强，可以轻松从猎物身体上撕下一整块肉。这个时候，猎物越挣扎就越疼痛，只能任凭猎狗处置。斑鬣狗的祖传掏纲术，非洲野狗也学了个十之八九。斑鬣狗是纲常科主任，那么非洲野狗就是副主任了。正是因为深得斑鬣狗的真传，非洲野狗的狩猎成功率高达 90%， 而草原之王狮子的捕食成功率也仅有 30%。和斑鬣狗一样，非洲野狗同样没有强劲的体魄和极强的爆发力，在狩猎过程中只能打持久战，尽可能的消耗猎物的体力，寻找猎物身体最脆弱的部位，也就是它们的肛门。这只角马就遭到了非洲野狗的攻击，这会儿已经结束了战斗。非洲野狗对角马前后夹击，前面的野狗在前面咬住角马的鼻子，而后面的野狗紧紧地咬住角马的尾巴。角马疼痛难忍，奈何身体被这群野狗牢牢控制，它不想就这么被野狗群分尸，整个身体拼命地向后拉扯，试图摆脱前方野狗的撕扯。然而野狗的咬合力非常强，角马的整个面部都要被咬烂了。面对野狗的前后夹击，角马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任由对方啃食自己的身体。猎物一旦被咬住了脆弱部位，就代表着它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它们的肛门处连接着内脏，如果这时候进行挣扎或者反抗，猎物和野狗之间形成的拖拽力会导致它的内脏被拖拽出来。因此，猎物被咬住肛门后一般都不会挣扎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疼痛加剧。非洲野狗就是这样坐上非洲三哥的位置。4种擅长掏纲的动物，掏纲祖师爷斑鬣狗技术娴熟，非洲野狗深得祖师爷真传，而威风凛凛的狮子竟然也偷偷练习斑鬣狗的掏纲技术。狮子虽为草原之王，但它的狩猎成功率并不高，有时候遇到体型较大的猎物，一时半会无法将其成功捕获，狮子也会采用掏纲技术。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在狩猎中其他捕食者觊觎自己的猎物，另一方面则可以加速结束战斗。狮子平时狩猎时都会等猎物彻底死亡后再进食，但如果遇到这种需要动用掏纲术才能捕捉到的猎物，它们的形象就没有那么光明伟岸了，在猎物还处于清醒状态的时候就开始啃食。不仅如此，狮子有时候也会抢夺猎狗、花豹等动物的猎物，如果这些动物试图对狮子发起攻击，狮子还会将它们一起解决掉。这样看来，在食物面前，任何动物都没有想象中那样光鲜亮丽。除了以上3种动物之外，狐狼也非常擅长掏纲。狐狼体型很小，不少人都会将它误认成狗，而恰恰是利用体型小、行动灵活这个优势，狐狼才可以实施它的掏纲术。它们最喜欢攻击猎物的尾巴或者后腿跟腱，让对方失去反抗能力。不过，掏纲是它们压箱底的捕食策略，相比起来，它们还是更喜欢抢夺其他动物的猎物。在狮子或者斑鬣狗进食的时候，经常可以看到它们的身边跟随着一只狐狼。等对方进食完毕后，狐狼再去解决残羹剩饭。有时候实在不想等，狐狼还会去撕咬狮子、斑鬣狗的尾巴来转移它们的注意力，找到机会抢夺它们的食物。总之，掏纲只是下策。